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晚上恐怖怪谈。今天晚上我要介绍世界上哪一个人恐怖经历又发生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呢？我今天要介绍的是发生在现在在举办世界杯足球赛的某一个国家——墨西哥。对墨西哥这个地方，我其实对它的印象，亚马逊丛林嘛，然后还有一些有人在那边去玩的时候，有荷兰的女生去那边玩了之后，最后消失在那个森林当中。等等之类的事情，还有一些什么巫毒这些的东西，然后再就是墨西哥的 tacos 那个薄饼的那些东西，好不好吃？其实还蛮好吃的，但是我没有想过要去，因为我不会讲西班牙文。好 ，OK， 那这个人他所碰到的经历，我觉得很悬哦。为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预知梦，因为这个人他做了一个预知梦，但这个预知梦感觉很诡异。为什么？因为觉得跟超自然现象或许有点关联哦。不知道你觉得呢？你有没有做过预知梦？我是没有了，但我身体好像有一个地方，就是我的眼皮好像有时候会预知到一些地震之类的，像说，我讲右眼皮跳得很厉害的话，可能就会发生大地震；那轻微的跳的话，就是可能有些地方会发生小地震，像之前那个菲律宾，那时候8.2级的地震嘛，然后那时候眼皮之前跳得很厉害，后面又好了一点，但前一阵子就开始在跳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要开始地震。好，这不管，这是每个人身体有可能所碰到的一些状况。那至于这个人他碰到的是什么样的经历呢？接下来我就来介绍给大家咯。这段经历发生在1980年代。主角是我的伯公居以及我的大哥 A， 地点是一栋建于1800年代的卡索纳西班牙殖民时期的老宅邸。在过去，这栋卡索纳曾属于一个富裕的家庭，它的结构是由一个正方形的中央庭院组成，四周则被起居室所环绕。随着岁月流逝，老宅几经易手。当时屋主将其中的3面空间改建为出租的仓库，剩下一面是一间公寓，住着一对年轻的夫妇和他们那只亲人可爱的猫。这对夫妇同时也负责看管这栋建筑物业，而那些仓库则对外招租。伯公居年轻的时候曾在修道院学习过一段时间，但后来发现自己并不适合神职的生活，于是离开修道院投身军旅。他曾参与过克里斯蒂罗战争，并在执行不同任务的过程中有机会走遍了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在我记忆中，伯公居是一个沉稳的人，聆听他讲述一生经历过的众多奇闻铁事，总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他结识过形形色色的人，并与他们互动，而且似乎很享受待在那些他必须前往既偏远又孤立的小村落里，与当地的居民为伍。从军队退伍后，他培养了一个能让他到处旅行，同时又能尝试一些与过去截然不同的新玩意的爱好。他的爱好就是寻宝。虽然在修道院度过的时光让他对建制化的宗教有些不以为然，但伯公居深信鬼魂与遗失宝藏的之间存在某种连结。于是他决定重返那些过去听当地人提起过据传闻有闹鬼的地点。他确实找到过一些宝藏，但大多数都没有什么价值。不过他志在冒险，而非能挖掘到什么样的物质财富。他常开玩笑地说，如果他把花在寻宝上的钱存起来，他的财产绝对会比他挖到的还要多。至于我哥哥 A， 则是一个务实的人，他拥有物理与数学学位，同时对灵性与生命学有着浓厚的兴趣。现在故事正式开始。我哥哥当时未婚妻的其中一个妹妹正和一名叫 R 的男子交往。R 正好在卡索那里租了一个仓库，每当有需要时，他就会去那里，偶尔也会和住在那里的租客闲聊。在大约4个月的时间里，R注意到那位看管房子的女租客体重严重暴跌，看起来既紧张又疲惫。有一天，R问她是否身体不舒服呢？这位女士向她吐露了心声，说自己根本无法入睡，因为在夜里她经常会听到并且看到一个查罗墨西哥的骑手或牛仔的黑影在庭院里走动。可以理解的是，她非常的害怕，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有一天，R向 A 提到了这件事，我哥哥便建议向伯公居寻求求助。
在与那位租客谈过之后，他们同意前往这栋卡索纳进行探查与研究。他们去了好几次，通常都是在周末。他们和那位女士聊天，并向她解释接下来会做些什么。在这些造访期间，那只猫总会摩擦着伯公居和 A 的腿，并喜欢待在附近，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某天晚上 ，A 做了一个梦，在梦里，他看到了卡索纳发生了爆炸，起初是泥土飞溅，接着看起来像是石头或混凝土块的东西，最后无数的硬币飞向空中，然后落到地面，在地上滚动。有一天，他们在猫咪充满灵性的注视下，用金属探测器扫描庭院，却一无所获。接着 A 去上洗手间，小猫也跟了过去。当他待在洗手间时，他看见那只猫突然弓起背，全身毛发竖立，发出嘶嘶的声音，并低吼着，随后便冲出了洗手间。与此同时 ，A 开始听到一种他形容为像是小石子或米粒撒在墙上的声音，并且感觉到自己的后颈毛发直竖。虽然他保持了足够的冷静，没有惊慌地逃出房间，但直到现在，每当他提起这件事，依然会不寒而栗。事情结束后，他走出去寻找伯公居，发现他正靠在墙边休息，神情显得比平时更加的严肃。他们决定当天就此收拾，去酒吧喝一杯。一到酒吧，他们交换了彼此的感受，惊讶地发现两人居然都听到了那一种一模一样的声音。下次他们再去时，定位到了一个金属探测器开始疯狂尖叫的定点。于是他们请女租客通知房东，请求允许他们在庭院里面开挖。获得批准后，他们便在探测器标记的地方动工。一段时间后，他们挖出了一个将近1公尺深的坑，并发现了一块用铲子无法打破的混凝土板。在泥土之中，他们发现了几枚面额很小，年代介于1800年代末期至1900年代初期的硬币。发现这些东西让他们兴奋不已，但也精疲力竭，于是决定暂停挖掘。此外，他们当时也没有合适的工具来砸碎那块混凝土板。请注意，这些发现与我的哥哥之前的梦境是多么惊人的相似。当时有很多人都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这事态的发展，不仅仅是我们的家人和我的哥哥未来的亲家，连卡索纳的租客和房东也是如此。我们还记得当时我们有多兴奋，焦急地等待着 A 回家，用无数的问题轰炸他，追问最新的进展。但我们必须等到下个周末。遗憾的是，下一次他们带着撬棍和几把大铁锤前往时，那位女租客并不在家，没人让他们进去。而在下一次，他们被告知女士必须前往某个地方，他们不能独自留在卡索那里。他们心里明白，在挖出那些硬币之后，事情已经变了。或许是房东，或许是租客自己决定继续挖下去，好避免与 G 和 A 分享这笔宝藏。他们决定不强行留下来自讨没趣，于是便不再去那栋卡索纳了。不久之后和我的哥哥未来的准小姨子分手了。A 再也没听到关于那栋老房子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是否还继续租用那个仓库。关于这笔埋藏宝藏的由来，有一段小历史的推测。墨西哥在1910年至1920年间曾发生过一场武装冲突，即墨西哥革命。老宅最初的主人很有可能决定将他全部或部分的财产埋在庭院里，而且他还来不及把钱挖出来就去世了。因此，他那无法安息的灵魂至今仍守护着这个庭院，希望阻止任何人发现他的财富。我很好奇，那位查罗是否依然固守着他的物业，又或者他是否也袭击了那些试图在庭院挖掘的人呢？就像他当初对伯公居和 A 做的那个样子。到头来，我认为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一个对物质财产如此执着的人，当他离开这个物质的世界时，刻来临时，却依旧无法放下，无法前行。好，介绍完这个经历必须说，他的恐怖点我这样讲好了简单的跟大家讲，他的 A 哥哥做到一个预知梦，仿佛这个梦境就在警告他说，这个挖下去好像也得不到什么东西吧。但是他们还执意的挖，结果他们执意的挖下去之后呢，他们在厕所的时候听到一些声音，好像就在警告他这个样子，叫他们不要再挖了。然后呢，那个查罗就是墨西哥什么骑手跟牛仔，
似乎就是在守护这个房子的人。那其实为什么我会觉得这则很有趣？因为其实我们台湾很多人都守财奴嘛，然后我们常常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可是有一些人到死之前还是一直想着自己身上的钱，不是吗？尤其老一辈的人更夸张。对，我只能说啦，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时候放下就好，钱不要多，够用就好，不是吗？对啊，所以我现在是够用了，对啊。好了 ，OK， 那今天这一则恐怖怪谈给我评分的话，大概只会评到3颗星。虽然它很有趣，那他这些人的想法跟台湾人很多人或华人很像，所以我想要介绍给大家。但是他恐怖的点，其实我觉得他假如愿意再去深挖的话，这恐怖的点有可能会非常多，很可惜就是了。好 ，OK， 那今天恐怖怪谈就介绍到这个地方为止。那也祝大家端午节快乐了哈！阳气最重的时候多晒一点太阳，对身体会比较好一点。我已经有晒过了哈。好 ，OK， 那我们就下周再见了，拜拜。咿呀嚓嚓。